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我们系统的讲一个非常常见但又特别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频尿，包括尿频、尿急、夜尿。你只要认真的把这条视频听完，所有小便不正常的问题，你都会知道问题大概出在哪，该往哪个方向去调理。我们先把一个最基础的，但很多人没想清楚的问题讲明白：尿是从哪里来的？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大家都知道，肾脏代谢后的废水会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储存，但这只是其中一条来源。从中医水液代谢的角度来看，还有一条来源就是全身的水液会通过三焦系统运转，在下焦输送过程中，一部分会渗透进入膀胱，所以尿的产生和肾脏、三焦都有关联。那为什么会有想尿这个想法？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像水库一样，蓄水达到警戒线，系统就会发出信号，打开闸门放水。膀胱也是一样，膀胱不断储存尿液，当容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反射神经把信号传递给大脑，由大脑协调肌肉的收缩与放松，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尿意，完成这个排尿的动作。这里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然后要正常。一是膀胱的容量，二是神经系统的控制，少任何一个排尿都会出现问题。小便的次数和季节时间都是有关系的，比如白天活动多，阳气外用，水液代谢相对顺畅。到了夜晚，阳气内收，如果气化能力不够，白天的水液代谢没有充分完成，晚上的小便次数就会相应的增加。还有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冬天相对收敛，晚上起夜1到2次，这个是不算尿频的，不需要过度去关注。理解了前面这些，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重点了。假设一种情况，膀胱容量是正常的，神经反射也正常，但你还是老想尿，次数多，那你再去拼命治膀胱，大概率就会白花钱浪费时间，因为真正的问题就往往出现在前面，像肾脏代谢下来的浊水太多，或三焦渗透进来的水太多。那这两条通道的话，都是和小肠的分清泌足功能有关系。你看位置就可以知道，小肠被膀胱、肾脏、大肠包在中间。只要肾脏或者小肠其中之一出现问题，排尿次数就容易增加。反过来说，如果肾小肠都没有明显的问题，那问题才真正落在膀胱本身。比如膀胱内有淤积有堵，或者括约肌松弛，那使得有效容量变小了，或者自己紧张，膀胱受寒受热，导致神经反射过于敏感。那不管哪种表现形式，它本质就是膀胱内的环境被改变了，这个排尿指令被提前下达。那还要提醒一个问题点，就是这个尿在膀胱里面，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水，它是一种气化的状态。那这个气化的状态不是膀胱本身来运行的，它也是靠小肠的热力来支撑的。那如果说小肠的热力不足，它气化不是很充分，那就会有一些不是气化的水，就是像你可以想象我们普通的水，它沉在膀胱的下端，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重量吧，感觉到一种下坠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感觉这里有水，所以你就会总是感觉我想要去尿，但是有时候又尿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尿真的很多，只是这种压力感让你感觉到想要去尿，就是总是会有一种尿意在这里，就尿完又想尿，就是这样的原因都是气化不足让膀胱这个提前发出了信号导致的。原理说清楚了，下面我们就按类型给出调理的方向。第一个类型，膀胱约束力下降，它的特点就是膀胱内部环境乱了，控制力差。外在的主要症状就是小便次数多，但是尿量不一定多，刚尿完没多久又想尿，然后有一种压迫感，憋不住。有些人会有小腹坠胀，偶尔还会有闷痛。那调理的思路主要是加强约束，把阀门管住。然后穴位上我们是用膀胱俞加上中极做鱼目治疗。那加强的话，可以用腹的会穴中脘来
加强，因为膀胱是属于腑嘛，然后膀胱它伴随一些痛症啊，就是有一些疼痛，我们可以搭配这个膀胱经的溪穴荆门来临时改善，作为辅助。那这个类型就不需要大补，主要是做收敛固摄的。平常会用到的一些中草药，就是像金樱子，它有固精缩尿的功能，针对尿频、遗尿，还有这个商飘笑，然后有补肾固摄的效果，对小便控制力差，比较好。海飘笑收敛固摄，适合憋不住的人。莲子肉兼顾脾肾，适合体质虚的。还有这芡实，也是偏向于久病体虚的，是属于感染的或者湿热的，就不宜用这些药。成品的方子就有这个缩泉丸、商飘消散。第二个类型是肾阳不足、气化无力，就是肾输送的太频繁，它气化功能偏弱有关系。主要的表现症状就是夜尿多、尿轻而且长，然后身体怕冷腰酸腿软，精神不是很好。调理的方向我们主要是温补肾阳，帮助气化功能的提升。穴位上我们是用肾俞加上命门，然后取肾经上的母穴复溜、肾经的本穴太溪、治水的要穴造海，还有肾的木穴荆门都可以用。然后肾这个地方感觉到有痛症的时候，可以取肾经的溪穴水泉。那用中药的话，我们主要也是温补助阳、行气化水的方向。那常用的中药是有附子，它有这个回阳救逆、增强气化的功能，但是要谨慎使用，需要专业指导。还有这个肉桂，可以温补命门，帮助下焦，提升这个火力。八戟天也是补肾助阳，而且不上火。然后杜仲可以补肾强腰，适合腰酸的。山茱萸补而不腻，兼顾风藏。覆盆子温补兼固摄这些主要用药的方向就是帮助提升水液的气化代谢功能。那代表的成方就是金匮肾气丸、油车肾气丸。第三个类型是小肠火力不足、气化不充分，像喝进去的水、食物里的水需要经过脾胃进入大肠，然后小肠把残渣和水分开。那一旦小肠火力不够，这个过程就没有充分完成，水都还没有气化就直接放行了。所以它的一些表现症状就是腹部怕冷，伴随着便溏、腹泻，然后小便比较轻。然后喝了冷饮或者遇到冷了，那个症状会加重。那调理的重点，我们就是把中下焦的这个热力给它提升起来。在穴位方面，我们是用关元、小肠俞搭配一起使用。那腹部有一些明显的一些痛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小肠经的溪穴、养脑来临时辅助一下。常用到的一些中草药就是桂枝，它有温经通阳的功效，可以改善郁冷季发。还有这个干姜也是可以温通中焦和下焦，还有这个泡姜、小茴香、吴茱萸，这些都是可以散寒的。那我们代表方的话，主要就是在桂枝汤上面做加减。然后综合来看的话，膀胱、肾、小肠，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很少说是某一个器官单独出现问题。那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很多尿频的根源其实都和小肠气化功能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小便问题多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很多人的那个尿频都是长期不良习惯养成导致的，像久坐不动、憋尿，或者频繁的去排尿，还有这个经常喝冷饮，长期紧张焦虑，像这些习惯不改的话，你搭配再好的穴位或者吃药效果都会打折扣。那如果说你按照正常的调理的话，像你是短时间内出现的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效果。那你是已经就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可能要1个月才能看到效果。那小便的问题的话，需要耐心不可能说1次2次就把你调好了。
最后要总结一下，如果你判断的比较清晰，那就可以针对性的治疗调理；那你判断不准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整体性的调理，然后配合艾灸、针灸、按摩，按疗程格式做一次，做一段时间再来看一下。那中药材这方面的话，只能给大家一个方向去参考，真正用药要结合自己当前的体质、症状啊，还有舌苔呀、脉象这些啊，不建议自己去配药。短时间内这些方法不能完全替代你现在的诊断治疗。那如果有明显不舒服，一定要先去就医。平时多运动，练练气功，增强体质，对小便的问题也有促进作用的。欢迎点赞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更像哪一种类型，或者你有哪些症状没有被提到的。